美国39岁猎人开枪误伤灰熊，灰熊狂性大发，将他撕咬得血肉模糊，现场惨不忍睹，救援队见状惊魂未定。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2011年9月16日清晨，39岁的史蒂夫·史蒂文森背上猎枪，踏入蒙大拿州与爱达荷州交界的原始森林，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一次狩猎之旅，目标是一头野性难驯的黑熊。他早已取得合法的黑熊狩猎许可证，此行与3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同行。对史蒂夫而言，狩猎不仅是爱好，更是一种与自然较量的仪式。平日里，他在高工艺采矿公司担任矿工，负责金银矿开采；而在闲暇时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户外爱好者，徒步、露营、追踪野兽的脚印是他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刻。史蒂夫是2个女儿的父亲，14岁的艾米丽和10岁的凯特，也是妻子眼中那个稳重、温和却渴望冒险的男人。对家人来说，这次出行只是一次普通的狩猎。但对史蒂夫而言，这是一次重新感受荒野呼吸的洗礼。当队伍深入森林，晨雾在松林间缠绕，阳光穿过枝叶，在地面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。最初几英里，众人有说有笑，但很快谈笑声被谨慎取代。那是猎人踏入野地后特有的安静，空气里弥漫着紧张与期待。走到大约3英里处，史蒂夫与年仅20岁的年轻猎人泰贝尔决定分头行动，以扩大搜索范围。他们彼此熟悉，常常各自追踪猎物，夜幕降临再汇合。然而2人都清楚，这片区域不仅栖息着黑熊，还有灰熊出没。事实上，他们早已在湿地边发现了灰熊的爪印与翻动过的石块。于是2人达成默契，若遇到灰熊，立刻撤离，绝不冒险沿着山脊前行。他们的脚步声在苔藓间悄然消散，山谷静得出奇。风吹过树梢，只有远处松鸦的啼鸣在回荡。就在这时，泰忽然停下脚步，身体微微前倾，那边有动静。他低声说着，抬起望远镜，远处的灌木丛轻轻晃动，一抹棕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闪现，那是个庞大的身影，伏在地面，低着头，似乎正在翻捡浆果与根茎。史蒂夫屏住呼吸，心跳骤然加快。那一刻，他们都以为自己看到了猎物，却没想到，正是这场误认的一枪，揭开了一场血腥噩梦的序幕。泰缓缓举起步枪，屏住呼吸，透过瞄准镜锁定那团棕色的毛影。时间似乎凝固，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耳边轰鸣。就在那一刻，那头熊从灌木后缓缓现身，它的体型远比想象中庞大，肌肉在毛皮下起伏，仿佛一座移动的山。砰一声枪响，撕裂了森林的寂静，惊鸟腾空而起，那头熊的身体猛地一震，随即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，低沉的像地底滚出的雷声。他猛然转身，拖着一道血迹消失在密林深处。泰和史蒂夫对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。15分钟后，他们才谨慎地循着血迹前行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手指始终扣在扳机上。他们知道，受伤的野兽比任何猎物都致命。然而，他们并不知道，等待他们的不是一头黑熊，而是一头灰熊，一种更庞大、更暴躁、力量堪比10人的掠食者。那是栖息在卡比内特雅克生态系统中的仅存45头灰熊之一，极为珍稀。灰熊在该区域乃至美国本土48个州皆属禁止猎杀的濒危物种。上个世纪的疯狂捕猎几乎让这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，直到近几十年，凭借严苛的保护法令与猎禁措施，它们的数量才艰难恢复到数百只。按照蒙大拿州法律，任何猎人都必须通过熊类识别课程，以区分黑熊与灰熊。黑熊体型较小，鼻梁平直，而灰熊的肩背隆起，爪更长，毛色更杂。然而，在阴暗的原始森林中，光影交错，视线受阻，猎人往往只能捕捉到一抹模糊的毛色或一瞬的动作。在那一刹那，他们必须决定开枪或放弃，而那一枪足以决定一条生命的去留。顺着血迹，2人一步步深入到森林最密集的腹地，空气变得凝重，松针掩盖了脚步声。就在他们以为猎物已经逃远时，忽然一声脆响在不远处炸开，随即传来低沉的喘息与失重的鼻息声，那声音粗哑而有力，仿佛某种庞然巨物正在黑暗中逼近。史蒂夫与泰对视一眼，脸色骤变。猎人最害怕的时刻终于降临，那头受伤的灰熊还没死。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下了第2个也是最致命的错误，那一枪并没有击毙那头熊，他们等得太短太急躁，而受伤的野兽并没有逃走，他在等他们。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松枝的气味，森林寂静的几乎能听见树叶的呼吸。2人屏住气，从粗大的松树后缓缓探头。下一刻，他们同时僵住了。前方数十米外，一头重达180公斤的灰熊正站在林间空地上，
他的胸膛剧烈起伏，呼吸粗重，鼻端滴着血，双眼里闪烁着冷冽的光。那不是他们以为的黑熊，而是一头被击伤、被逼入绝境的灰熊。他的毛发被血染成暗红色，身躯庞大的像一堵墙，那双爪子比男人的前臂还长，每一次抓地都让泥土与枯枝飞溅。灰熊低下头，竖起耳朵，嘴角滴着咸沫，喉咙里滚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那声音仿佛从地底涌出，带着震颤人心的力量。然后他猛然冲了过来，那一刻山林轰鸣，地面震动，两名猎人几乎是本能地抬起步枪，连开数枪，火光闪烁，枪声在林间回荡。可熊没有停下，没有迟疑，没有后退，没有痛苦，每一颗子弹都仿佛打进了他的怒火之中，他越发疯狂，速度反而更快。史蒂夫大吼一声跑，但他看到灰熊的眼睛死死盯着泰，那个才20岁的年轻人。那一瞬间他没有犹豫，他挥舞双臂，嘶声咆哮，拍打树干，想把熊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。那不是计划，而是本能，一个父亲式的冲动。他只想着救人，熊的注意力被激怒，转向了他。几秒之间，巨兽已扑到史蒂夫身上，那一声闷响仿佛石头砸在泥地上，熊的巨大身体将他彻底压住。泰斯吼着抬枪，连连射击，枪声震耳欲聋，但灰熊丝毫不退，他疯狂地撕咬着史蒂夫，利爪划开他的腿与胸膛，獠牙深深咬入他的面颊。史蒂夫拼命挣扎，用脚踢，用手推，泥土与血在他身下混成一滩，他的呼吸被撕裂的肉体掩埋。而那头熊如同一场自然的惩罚，丝毫没有松手，那是一场赤裸原始的搏杀。而森林再一次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下枪声在远处回荡，像一声声绝望的回音。泰一次又一次的装填射击，手在发抖，呼吸在紊乱，心脏几乎要冲出胸腔。那一刻，他的世界只剩下震耳欲聋的枪声、刺鼻的硝烟味以及朋友的惨叫。砰！又是一枪，火光照亮那头熊的胸膛，鲜血瞬间喷洒在他的毛皮上，深褐色的皮毛被染成了暗红。可那怪物依然不退反进，仿佛子弹只是在点燃他的怒火，肾上腺素让他对疼痛失去了知觉。他的每一次扑击都是暴怒本能的宣泄，泰几乎咬破嘴唇，强迫自己稳住颤抖的双手，再次上膛，又一枪，枪口闪出刺眼的火花。这一刻，灰熊突然一滞，身体剧烈抽搐了一下，发出一声低沉含混的哀嚎，他的獠牙松开，血迹混着唾沫从嘴角滴落。他踉跄着从史蒂夫身上挪开，沉重的喘息像风箱一样嘶哑，退了几步，庞大的身躯终于支撑不住，轰然倒地，泥土被震得微微颤动，一切归于寂静，空气中只有血的味道，浓稠的让人作呕。泰丢下枪，踉跄着冲向倒地的朋友，他跪在血泊中，双手托起史蒂夫的头，手指间全是温热的血，可史蒂夫没有回应，没有动静，没有呼吸，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。他的脸色惨白，眼神空洞，胸口的衣服被鲜血浸透，那一道道被熊爪划开的伤口仍在渗血。而在胸膛中央，赫然有一个枪眼。泰愣住了，他感觉时间突然凝固，耳边的风声、心跳声、森林的回音全都消失，只剩下一种撕裂灵魂的恐惧在心底炸开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在那混乱、震耳欲聋、血与火交织的瞬间，他竟亲手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朋友。没人知道那颗子弹是否先击中熊再穿透出来，还是直接射入史蒂夫的胸膛，但结果不会改变。这位忠厚的矿工、深爱家人的父亲就这样倒在他面前，血流如注，死于他试图拯救的那一场噩梦。森林重新陷入死寂，只剩风声穿过树梢，像在低语一场悲剧的回音。当史蒂夫静静倒在冰冷的泥地上时，泰的世界仿佛瞬间坍塌。寒风穿过林间，带着血腥与硝烟的气味，他的手在发抖，几乎握不稳无线电，颤抖的指尖按下通话键，他嘶哑地发出求救信号，声音里混杂着恐惧、悔恨与崩溃的哽咽。这原本该是一场充满欢笑与激情的狩猎之旅，如今却成了一场噩梦，而罪魁祸首正是他自己。不久，救援直升机的轰鸣划破山林的寂静，旋翼卷起尘土与残枝。泰呆立原地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挥手示意救援队降落。救援人员很快找到史蒂夫的遗体，小心地将他调离那片浸满鲜血的森林，送往蒙大拿州林肯县的法医办公室。尸检结果令人心碎，史蒂夫的腿部与躯干确实遭到熊的残酷撕咬，但致命伤却是胸口那颗子弹。而那一枪来自他最信任的朋友。当真相揭晓的那一刻，泰整个人崩溃了，他跪在地上，泣不成声，脑海中不断回放那一幕幕混乱的枪声与怒吼。他原本想救人，却亲手终结了朋友的生命。
倘若当时能再冷静一点，再镇定一点，也许一切结局都将不同。事后，灰熊被送往博兹曼实验室进行检查，确定为一头6至8岁的成年雄性灰熊，体重巨大。美国每年约有5、6人死于熊袭事件，但这一次，死神的手并非来自熊的利爪，而是来自有意中的一颗榴弹。当局并未对泰提出任何指控，判定这是一场意外。然而，从熊被击倒所需的弹量来看，即使泰没有开出那致命一枪，史蒂夫也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，他终究还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最终劫难。